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心里有这个欲望，那你总得去发泄吧。这么晚了，他们还在外面走，不就是勾引我犯罪？眼前这名长相哇塞的在校小姐姐，专门挑长相俊俏的男大学生下手，甚至疯狂作案10几起，手法一次比一次尺度大。当时他是在我面前把衣服撂开了，他里面没有穿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他还把我的手拿过去放在他的胸上，我当时就愣住了，可是他还在对我笑。这你受得了吗？反正受害者是受不了了。臭宝们，破班可以晚点再去上，案子必须准时看。时间2014年6月18日，地点你不用管。这天，一名大学生哭嘤嘤地来到警局报案。他说自己一大早突然在草丛醒来，下体也有一种胀胀的感觉，怀疑是前一晚遭到了不明袭击。根据小伙的描述，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附近监控。监控视频显示，案发前一晚，小陈一个人独自行走在马路上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身后一名漂亮女子已经尾随他10分钟了。接着，女子从兜里掏出一块白布，迅速上前捂住了小陈的口鼻。小陈马上便失去了意识，女子随即将小陈拖入了深不见底的灌木丛，眼看四下无人，便疯狂发泄自己的兽欲行为。事后查看监控，才得知自己被奸抢，导致小陈没脸做人。我真的受不了，我又撞死了我的亲妈救人，我真的不敢相信这。试问这样的事换作发生在你的身上，相信你同样也不好受。经过长达7天的摸排，最终将嫌疑人王李模抓捕归案。面对警方的询问，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据王李模供述，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作案了，拜倒在他石榴裙下的男人多得可以改编成一个加强牌，简直离了个大谱。根据警方调取的监控录像，发现就在这起案件之前，该女子经常徘徊在这一带，专门挑长相俊朗的大学生下手。控制不住自己，心里有这个欲望，那你总得去发泄吧。这么晚了，他们还在外面走，不就是勾引我犯罪？好家伙，他把错误都怪罪到了别人的头上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他的作案数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十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何没有人报案呢？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，警方找来了其中受害人之一小曹。他是在我面前把衣服撂开了，他里面没有穿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他还把我的手拿过去放在他的胸上，我当时就愣住了，可是他还在对我笑，我觉得太可怕了。这件事传出去实在是太不光彩了。原来这些人不报案的原因，竟是因为害怕别人知道后没脸见人，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想必看到这里的臭宝不禁发出疑问，为什么长相这么甜美的少女不去找个男朋友，非要屡屡犯下恶行呢？有了第一次，你就想有第二次，这我真没办法。再说晚上了，正经男人谁会在外面走？摸一下又不会少块肉。事后民警还了解到，犯罪嫌疑人犯罪手法之所以一次比一次的尺度大，显然这是尝到甜头后无法自控的结果。人们针对这起案件，除了具体的作案经过以外，更关心犯罪嫌疑人王李模将受到怎样的处罚。对此，华东政法教授给出了解答。这个案子呢，有它的特殊性在里面，可以说是极其罕见、极其恶劣。那么在目前的刑法里呢，有关强奸罪跟猥亵罪这2个罪名，主要的保护对象就是年轻男性。那么在这个案子里，很明显这2个罪名是适用的。那么数罪并罚下来呢，应该会判他3年有期徒刑。犯下多起案件的王李模，最终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案件至此真相大白。老驴奉劝各位臭宝，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，一定要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夜路，不然下一期就要写你了。